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。时间过得好快，今年的农历新年马上就要来了。跟往年一样，今年我也会给大家做上满满的一桌年夜菜。从买菜、备菜、提前一天准备整个做菜的流程，到最后一道一道菜上桌的顺序，会把整个过程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往年的菜单其实做的都是一些很常见的菜，今年呢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新意。像我在逛超市的时候就觉得，其实很多菜都很适合放在年饭桌上。好不听话哦，这个帝王蟹好扎手哦。那么等我买完菜之后，我们的年夜饭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去外面把菜都买回来了，现在就开始第一天的准备。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熏鸭腿，因为鸭子要腌蛮长时间的。首先要炒一点盐，今天我用了大概一半的粗盐，一半的细盐，因为鸭腿今天要腌的时间大概要在4个小时以上，盐不要太粗，也不要太细。如果你提前一天准备的话，你可以完全用粗盐，那样的话就可以腌隔夜。跟前面腌咸鱼一样，把盐炒到微微发黄。听到盐有这样一点噼啪的声音，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直接把八角和花椒倒进去，因为现在盐还蛮热的，用这个余温炒一炒。等这些香料都炒出香味之后，就把盐转移出来。现在盐还很热啊，等它稍微晾凉一点再来腌鸭。接着我们就来准备高汤，这个是之后佛跳墙要用的高汤。准备高汤呢，我们需要鸡，然后猪骨头还有猪脚这些东西，你最好都是能够把它拿去烤一烤再煮高汤。把这些东西烤一烤，能够让你的高汤更有味道。如果没有烤箱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炒一炒。接着把一会儿佛跳墙要用到的花菇和瑶柱去泡下水。接着我们还要再泡一些米，我这里有糯米，然后黄米，就是一般的小米。然后藜麦，这是一会儿八宝饭要用的，因为一般的传统八宝饭都是只用糯米的嘛，但我觉得那样口感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，加入黄米和藜麦能让它口感更加丰富。然后去泡水。现在刚才炒过的盐已经差不多凉了，可以把鸭腿来腌一下了。这样用手把盐均匀的抹在鸭腿的两面，然后就让它在一边等着。现在就切一点葱姜，随便切几个大块就好了。把这些丢到锅里，这时候之前烤的东西也都烤好了，就直接丢到汤锅里头。然后直接倒热水到汤锅里，倒水差不多没过所有的食材，最后再放几片这个金华火腿进去，能够很好的给你的汤提味儿。然后盖上锅盖，大火把这锅煮开。现在这个大锅里的汤已经沸了，先把它转小火，让它慢慢炖着。然后这里是一些红薯、紫薯还有山药，这个是明天用的，但是今天先给它蒸熟准备一下，蒸大概20分钟。现在泡一点枸杞和葡萄干，这个是一会儿八宝饭里头要用的。接着我们来腌一下猪肋排，就买这种比较规则形状的长条的这种猪肋排，上面肉多一点的，先放到保鲜袋里头去。这个也是明天要用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先给它腌制一下，让它腌制隔夜，这样能够更入味儿。然后这里的蒜切一下，就切片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干辣椒段也是稍微切一下，把这些都直接装到这个袋子里头去，然后往里头倒生抽，倒一点二锅头进去，或者有什么样的高度白酒你都可以用，倒一点蜂蜜，蜂蜜能够帮助它烤出来的时候上色。接着就是这些香料，我用了八角、花椒还有孜然粒。它这样揉捏一下，让调料能够均匀的分布，腌到每一块猪肋排，把里头的空气挤出去。
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腌制隔夜。然后你中间想起来的时候，就时不时给它翻一下面。现在就是准备牛尾汤。这个牛尾拆开之后要先汆下水。 现在准备炖牛尾汤了。首先准备1颗完整的洋葱，不需要切它，只需要给它去个皮就好了。就把这个洋葱完整的放到砂锅里头。现在牛尾也差不多了，水沸之后把这个牛尾拿去洗洗。洗过的牛尾也是直接丢到砂锅里头。 然后就往这个汤锅里头直接加热水，同时开火，盖上盖子让它煮沸。现在之前蒸的这个红薯、紫薯、山药都好了，我蒸了差不多20分钟，然后我们就来把它加上奶油打成泥。 因为这3个东西颜色不一样，所以你要按照顺序从浅色到深色加入到搅拌机中，这样就免得你一直去洗搅拌机。剥好的山药放到搅拌机中，然后如果你喜欢甜的话，可以加点糖，我今天就不加了，就保持它的原味儿。然后加奶油进去，把它搅打成泥。因为有奶油的加入，所以搅打不要过头，不然会水油分离。 然后现在呢，你先把它装在这个裱花袋里头，因为这个是明天要用的，我们今天先把它密封冷藏，就是这样密封在这个袋子里，但是前面这个口不要剪开，夹上一个夹子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。接着就继续打红薯，然后也是放奶油进去，因为前面的山药是白色的，所以它不会影响红薯的颜色。 这个也是跟前面一样，装到这个袋子里。接着最后一个就是紫薯，因为这3个东西的含水量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加的奶油的量也不太一样。后面会用文字的形式告诉大家。然后因为红薯和紫薯都是有糖分的，所以这2个我都没有加糖。一样也是，如果你喜欢比较甜一点的，可以再加点糖。 好了，现在这个3袋都打好了，你就这样直接放到冰箱去啊，不要动它，然后明天再拿出来用。现在牛尾汤应该已经沸了，看一下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火转到最小，然后这个时候高汤也差不多了，应该已经煮了2个小时左右了，大家看一看。 所以这个时候高汤它是浓缩过的，就是我有特意把火调大一点，让它的汤量大概浓缩到一开始的1半，这样它味道会更浓郁。现在高汤炖好之后就可以离火了。现在这个糯米、黄米还有藜麦已经泡的差不多了，你可以看看它的米粒就膨胀的很好了。把水给它完全沥干，再把这个米倒回到这个碗中。 现在这个泡过水，然后沥干过的米往里头加一点黄油，接着再加一点糖拌匀。这样加过黄油和糖之后，你的米在第1次蒸熟的时候就会有味道在里头。一般的传统的八宝饭都是加猪油的嘛，但是我今天加了黄油，觉得它也蛮香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这样拌匀之后，我们要往里头再加一点水，到水面差不多和米的表面能够平齐，就差不多这个样子。 然后现在我们用这个快一锅来蒸它，在里头放一个蒸架进去先，然后倒水，这个水的量一次加足。现在这碗米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这样盖上之后呢，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锁扣，就扣上去之后，然后调到2档。现在先开大火让它上气。 接着准备一点葱姜，这个是一会儿佛跳墙要用的。姜就是切块，然后还有一个冬笋。然后这边的这个
快一锅已经上气了，这个钮上面有2条红线，然后它会显示就是1档、2档，像2档是高档，所以红线会跑出来。红线出来之后就要把火关到最小。继续来把冬笋处理一下，冬笋给它去一下壳。冬笋切片，接着就切花椒。花椒是之前我们泡好的。在之前我们在微信里头有发一篇文章，教大家怎么样泡发这些海参呐，还有鲍鱼、花椒这些东西，所以今天就不讲那么详细了，时间也有限。不过这些你都是要提前几天准备的哦。之前我有提醒过大家了，如果你们要做佛跳墙的话，一定要至少提前2天去泡发这些干货。花椒就切成小块就好了。接着最后就是切花菇，泡好的花菇这样切成片。我留了一朵花菇没有切，那个最后放在那个盆里头做装饰。好了，现在佛跳墙的配料差不多都准备好了，然后这个牛尾汤也差不多好了。现在要把这个牛尾汤挪走，给它腾出一个灶来。现在差不多40分钟到了，这个米差不多应该已经8分熟了。然后我们就关火，把手柄这里拉一下就可以快速的放气。等这个气都放干净之后，盖就可以打开了。然后里头的这个米现在应该是8分熟。然后先放里面，不要管它。一会儿我们还要再来摆盘，然后明天还会再蒸一次。今天在这个佛跳墙里头放的是这种小排，在这个里头你可以放各种肉类。等锅里的水烧开之后，把冬笋先汆下水。冬笋下锅蛮快的，大概20秒就够了。然后还要接着来汆水哦。把这个小排下锅，然后这里有牛蹄筋，牛蹄筋不是必须的，它加进去能够有胶质的糯糯的感觉，放个1条就好了，不用特别多。放进去一起汆水，水沸之后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接着我们要把这个排骨和牛蹄筋都炒一下，汆过水的牛蹄筋切小块，锅热之后倒点油。然后刚才的葱姜下锅炒香，现在小排和牛蹄筋一起下锅，这样爆香。这个也是为了让它后面那个香味更加浓郁一些。放一点冰糖进去炒一炒，然后加点生抽，加点料酒，炒到这个冰糖都融化掉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这边这锅水我换了一锅新的开水，现在鸭腿腌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把鸭腿丢进去煮了。这边大概中火需要煮20分钟的样子，切一点点葱姜进去，盖上盖子让鸭腿煮着。现在排骨这边也炒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佛跳墙来摆盘了。在砂锅里头，首先放入姜，然后是刚才炒过的排骨和蹄筋，刚才炒过的葱姜就不要了。做佛跳墙，你要把这个食材一层一层的给它很整齐的码放，最后出来摆盘效果会比较好。然后是冬笋，刚才切过片的花菇，然后是火腿，最后就是这些比较贵价的食材，你就把它放在表面，这样会给你一种很富贵的感觉。花椒，然后是鲍鱼，把瑶柱加进去。最后把这个完整的花菇放在中间，然后海参这边泡好的，但是现在不要放进去啊，因为海参放太早会煮得很烂，过一会儿再放。现在就可以加我们之前的高汤进去了，加高汤到基本上能够没过所有的食材。然后锅里头还剩下炒排骨的汤汁，别忘了也加一些进去。这锅要先煮开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再往里头加一点黄酒，因为明天晚上还会做一个姜丝黄酒的，正好我有买，所以就加一点进去。然后烤箱我们也已经预热了，烤箱大概110度，一会儿放到烤箱里面去烤。现在鸭腿已经煮了差不多20分钟了，我们就可以来熏它了。拿一个铁锅来熏它，先把煮好的鸭腿拿出来。
然后这个铁锅呢，你需要准备这样的架子，然后还有锡纸铺在锅的下面。现在佛跳墙已经沸了，把火先关掉啊。接着我们熏鸭子需要茶叶，你可以用红茶或者是乌龙茶，在锅底这样铺一层，然后是放一点米，米的量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好，把它摆匀。然后你需要红糖放在锅底，这样也是让它均匀一点。最后就是放上橙子皮，就是这样新鲜的橙子，放个2、3片进去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找一个这种架子，能够卡在锅里头的。我鸭腿的皮朝上，放在架子上。这时候就可以开火了，就让火直接加热下面的这些茶叶、米、糖还有陈皮，然后盖上锅盖。因为我这个锅盖也有点小，我们需要这个里头是一个密封的环境，所以我会拿锡纸给它包裹一圈。就这样盖上锅盖，然后让它能够密不透风。稍微等一下，等到里头这个红糖开始融化，它就会开始冒烟。这个时候可以把佛跳墙放到烤箱里面去了。如果你不用烤箱，用小火炖也可以，就炉灶的最小火，时间是一样的。现在佛跳墙我定时了1个小时，1个小时之后再放海参进去，然后这个里头也差不多冒烟了，你可以闻一下这个烟味儿，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有茶叶香的一种烟熏的味道。开始冒烟之后，你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就让这个烟去熏这个鸭腿就好了。因为它现在有点烟熏火燎的，放在室内有点太呛了，所以我会把它拿到户外去。现在外面天都黑了，然后佛跳墙已经在烤箱里头差不多1个小时了，大家看一看。然后这个海参是之前准备好的，跟它最开始的大小比已经变得蛮大的了，把海参放进去，然后再放回烤箱去烤，继续再烤差不多1个小时吧。然后到了明天，我们还会再加一些其他的食材进去。接着下面一个就是准备黄瓜，这个也是明天会上的一个凉菜，叫蓑衣小酱瓜。我会买这种小黄瓜，然后把它切成蓑衣的形状。切蓑衣黄瓜蛮简单的，就是准备2个筷子，在黄瓜的两边放着，然后下刀，像切片一样切。然后黄瓜这一面切出来之后翻个面，然后继续再切，就这样两面都往中间切。都切到大概过它中心点的位置，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，就是像个弹簧一样，可以展开这样。把切好的黄瓜放到这个盆里头，然后呢加一点盐，盐别太多啊，因为切完蓑衣刀之后黄瓜超级入味的，一点点。然后加点糖，蒜头。蒜头就是去皮的这种蒜头，然后随便的切2刀，放进去。然后是红辣椒，1个红辣椒切碎放进去。接着呢就放一点酱油，放老抽啊，因为只是让它有一点酱香，上点色，但是不要太咸。接着香油，然后现在这个酱料还太少嘛，腌不到黄瓜，往里头加一点纯净水。差不多加到这个水的量能够拌没过它，然后你尝一尝这个水的咸淡，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就好了，就千万不要过咸。然后就把它腌制上，中间你可以翻个面，这样明天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。现在可以准备煲饭了，这个是之前泡好的葡萄干和枸杞，然后锅里头是之前蒸好的糯米、黄米还有藜麦。现在来摆这个八宝饭呢，首先你要准备一个这样比较深的碗，然后拿一块黄油在碗上这样涂一下，因为后面你需要把这个八宝饭从碗中扣出来的，所以现在涂一点油防粘。接着呢，就在里头用各种干果摆出你喜欢的花纹来。首先在中间放一个核桃，然后切一下蜜枣，中间这样切一刀，感觉到合之后就换方向，然后这样掰一下。就可以掰成2半，中间再切一刀，把1个蜜枣切成4瓣，这种蜜枣挺硬的，切的时候小心手。切好了蜜枣像这样摆放在碗中，然后放一些葡萄干，
接着是杏仁，今天用到的像杏仁、核桃还有后面的松子这些干果都是炒过的，就是已经是熟的了，它才会香。这个时候就发挥你自己的创意了，开始你的艺术创作。现在这个花已经在碗底摆了一下，我们先装一些这个蒸好的米进去。装米进去的时候小心，轻轻的放进去。当装进去的米能够完全覆盖底下的花纹的时候，就把这层米先给它铺平整，然后轻轻的压紧。接着呢，你可以在里头装馅儿，把中间这样轻轻的压出一个小坑来，然后填入豆沙馅儿。今天我用的就是市售的豆沙馅儿了，之前怎么做豆沙馅儿也跟大家说过，但因为做年夜饭肯定很多事情的，就不为难大家自己在家做豆沙馅儿，你可以去买市售的就好了。把豆沙馅儿这样在中间填一层，然后呢，我还往里头放一点咸蛋黄，这个是做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还蛮好吃的做法。这里用到了大概3个咸鸭蛋黄，直接熟的咸蛋黄碾碎之后放进去就好了。接着呢，我们继续再来摆周围的花，把松子还有枸杞这样间隔着排列上去。下面再把这个米填进去，依然是小心哦，不要破坏边上的花。填进去的米再小心的按压紧，把它压平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摆最后一圈花纹了，就在边上贴上一圈葡萄干。最后再把米填到中间去。那这个黄米藜麦八宝饭的它的半成品就完成了。今天先不完成它，把它包起来放到明天，然后明天我们会上锅再蒸一次。这个就包好放到冰箱去。现在鸭腿拿进来了，刚才已经在外面熏了很长时间了，可以看到它上面会有这种很漂亮的烟熏的颜色。然后如果中间你发现颜色不够的话，可以再开火加热一下。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去冷藏，然后明天直接拿出来切块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到现在终于可以准备今天最后一个东西了，就是竹蔗马蹄毛根水。这个是明天的饮料，但也是今天先给它准备一下，明天给你省点时间。首先呢，这个马蹄要去皮，如果你能买到去皮的马蹄的话，强烈建议你买已经去好皮的，因为给马蹄去皮还是有点麻烦。用小刀这样把皮削掉。接着是甘蔗，甘蔗就这样像劈柴一样，切成小段。切好的甘蔗放到这个锅里头去。接着这个胡萝卜，这个已经去好皮的，随便的切成果刀块，放到锅里。接着就是之前削好皮的马蹄倒进去，然后最后一个食材就是这个毛根，这个东西长得很像鱼腥草，但是它不是，它咬起来有一种很淡很淡的甜味儿。像这样捆成一小把。把它放到这个锅里，然后加水去煮。这一锅放在火上，大火煮开，然后小火煮上大概30-40分钟吧。不需要加糖，因为里头有蛮多甘蔗的，甘蔗本身就会有甜味儿。然后现在烤箱里的佛跳墙应该已经差不多了，拿出来看一下。现在闻起来已经非常香了，就让它冷却，然后明天再会继续往里头加其他的料。现在这个已经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你闻起来有很浓郁的那个马蹄的香气，就可以关火了，放到冰箱去冷藏。明天你就不用管它了，要上桌的时候直接盛出来喝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，最后就是剩下一些打扫战场啊、清洁收尾这样的工作了。今天做的事情还蛮多的，但是你今天准备一下，明天就没有那么辛苦了。因为是过年的特别节目嘛，会给大家发一些福利。今天会抽5个小伙伴送这一口非常好用、很喜庆的 WMF 的小煎锅。参与的抽奖方式具体的看下方的评论。然后我们就明天见了。现在是第2天了，也就是应该是吃年夜饭的当天。然
然后如果你有看我去年的节目的话，应该就会知道，在一开始把这些配料都准备好，能省你很多时间。所以我们先来准备葱姜蒜，就是一会儿很多菜中都会用到的。接着还要再准备一些姜泥，姜泥在一会儿做那个帝王蟹豆腐的时候会用到。接着就切一些葱丝，葱丝也是一会儿蒸鱼的时候会用到。然后是红椒，红椒也切一些丝，然后再切一些段，切一些这种小的滚刀块儿，这个一会儿在做茄子的时候可以用到。接着就是切一些葱花，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些已经剥好皮的蒜头，葱姜蒜的部分差不多就这样。接着是准备其他的配菜，像萝卜，一会儿是牛尾血浓汤里头会用到的。牛尾昨天已经炖好了，今天就直接把萝卜加进去就行了。用这种白萝卜，去皮之后切成很大的那种滚刀块。接着是准备茄子，一会儿要做那个咸鱼茄子煲的。茄子切成这种纵向的条状。然后注意，因为茄子很容易氧化变黑哦，因为我们不是立刻要用它的，所以你要把它泡在盐水里头，防止它变色。这些准备好的配菜先放到一边等着，接着再来准备豆腐，这个是一会儿做帝王蟹豆腐要用的。像这种盒装的豆腐，之前给大家看过的，就是拿刀在底下这4个角上戳个洞，这样能完整的倒出来的。把包装撕掉之后，直接在这个盒子里头划，这样就可以完整的抠出来了。接着就是之前准备好的咸鱼，这个记得吗？上一次做那个剁椒鱼头的时候，顺便做的咸鱼，把里头的这个主芡拿出来，然后剪一块下来就好了。因为今天做这个用不到特别多，大概这么一小块就好了。因为咸鱼一般都会有点过咸，所以拿去泡一下水。下面就来煮鸽子蛋了，这个是一会儿佛跳墙里头会用到的。一般传统佛跳墙里头会放鹌鹑蛋，但是我觉得鸽子蛋蛮好的，因为它煮出来之后会有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，很漂亮。鸽子蛋的蛋壳非常的薄，煮的时候要小心。然后煮的时候最好用这种就是材质比较厚、导热比较均匀的锅，让它不要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。因为大家之前经常说鸡蛋会煮破啊之类的，其实那个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你的锅子导热不是很均匀，它某一个地方会特别热，就会让鸡蛋容易破。现在鸽子蛋煮的差不多了，把它挪走。然后我们来准备一下一会儿帝王蟹要用到的配料。一会儿蟹腿准备烤出一个黄油蒜香味儿的，所以现在用黄油炒一点蒜蓉。拿一个小的平底锅，然后黄油放一块进去。蒜头直接压蒜蓉进去。用黄油炒过的蒜会非常的香。到蒜差不多都变白了，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趁热的时候往里头加一点点生抽进去，别加太多，只是取它一个香味。炒好的这个调料放到小碗中，放到这待用。然后现在鸽子蛋拿去冲冷水剥壳。我的帝王蟹送到了。昨天去店里头有挑一下，现在就准备来处理这个帝王蟹了。所以帝王蟹实际上蛮多刺的啊，你处理它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。然后这个帝王蟹现在还有一点生命力，它还是活的，所以要先给它一刀痛快，在它的屁股这里会找到一个接缝，然后把刀插进去。接着来处理它里头这些东西，就跟普通的螃蟹一样，它也是有鳃的。把鳃的部分去掉，这个叫帝王蟹。之所以长这么大，就是因为它是长在北极那种很寒冷的深海中，所以体型会非常的巨大。它的脚里头就是满满的肉，但是身子里头的肉不像淡水蟹那么多。这种螃蟹味道非常鲜美的。平时大家可能比较少买到这种活的帝王蟹啊，这也是第一次处理这种活的螃蟹，因为之前买到的都是冷冻的。但是如果你能买到活的话，它味道会更鲜美一些。我现在把它的一脚先卸下来，因为
蟹脚里头的肉会非常的满。一会儿蟹脚会拿去烤，就刚才不是准备了蒜香的黄油嘛，会拿那个黄油去烤它的蟹脚。这个蟹很肥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蟹黄，一会儿会用这些去做一个帝王蟹豆腐，就有点类似于蟹黄豆腐那样很鲜美的一个菜。现在蟹身子和蟹腿都已经完全分离了，来处理这个蟹身子，可以直接剪掉，然后这里头都是蟹黄哦，不要扔掉，放到蟹斗里头去。这一坨絮状物是蟹黄。现在看起来是有点难看的，但它做熟之后蛮香的。中间这些内脏可以扔掉。然后一会儿我们会用这个蟹身子里头的肉来做这个帝王蟹豆腐。这样先给它中间刨开。现在蟹肉都处理好了，因为我们要把肉拆出来，所以这一些部分先烤一下。找个烤盘，锡纸，就是肉放上去。然后这个蟹斗我刚刚洗过一下了，还有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都放进去一起烤一下。好，烤箱预热过了，现在拿去烤大概10几分钟到20分钟。接着再处理这些蟹脚，把蟹脚这样按关节剪开，然后呢，找一把很锋利的刀削一下。这样削掉一块壳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剪刀伸进去，这样把上面的半边壳给它弄掉，让这个蟹肉露出来。这样，最后就是剩这个大钳子，这个壳比较硬，你拿刀背使劲的敲一下，把它这样拍裂了就好了。这样放在一起，然后刚才处理蟹剩下的这些边边角角不要扔了，一会儿做豆腐的时候都会用到的。现在蟹斗差不多烤好了，把这个蟹腿都排在烤盘上。刚才调好的酱料放一些上去。然后现在这一盘先不要拿去烤，先等一会儿。然后这个已经烤过的蟹斗中，把这个肉拆出来。现在这个蟹身子里的肉都拆出来，这么大一盆。然后蟹斗里的我刚才放进去的蟹黄，还有刚才锡纸上烤出来的这些，一起倒进去，别浪费了。然后这样一盆蟹肉还有蟹黄，先放在一边待用。然后这些拆过的蟹壳也是别扔了，跟刚才的这些放在一起。蟹斗也留着。现在来处理一下牛尾汤，这个是昨天炖好，但是只有牛尾还没有加萝卜进去。因为这个牛尾汤它冷藏过了，所以里头的油脂你可以很轻易的去掉。看表面有很厚的一层油，可以把它去掉。好，现在油脂去的差不多了，不要特别丧心病狂的给它去那么干净啊，稍微留一点点，让它有一点油香味儿。然后开火加热，等汤差不多热的时候，昨天的那个洋葱就一整个的，现在你可以捞出来了。我们把之前的萝卜准备放下去。水不够的话，可以加点开水进去。接着就等萝卜煮软，就可以直接上桌了。加点盐调味儿，让它先煮着，需要煮差不多40-50分钟。接着下面我们开始准备另一个凉菜，就是火腿卷蜜瓜和芭乐，用的是西班牙的那个伊比利亚火腿。这种火腿是可以生吃的，然后你平时拿来当下酒菜挺合适的。蜜瓜去皮去籽之后切成小块。除了蜜瓜之外呢，我还会试着在里面放上芭乐，这个是我自创的那种吃法。因为我觉得芭乐它酸酸甜甜的，味道还蛮合适的，跟这个火腿放在一起。芭乐中间会有这种硬硬的籽，用刀这样小心的把它去掉。芭乐切小块。因为芭乐本身不是一种很甜的水果，所以会给它加入一些糖，
一会儿这个甜味就可以平衡掉火腿的咸味儿。然后再加一些辣椒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跟火腿配在一起味道蛮奇妙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最后出来这个拔了，它会有一点酸甜辣味儿。拌匀之后，让它腌制一下。前面的水果准备好之后，把昨天腌好的猪肋排拿出来，现在可以去烤了。这里我有一个已经铺好锡纸的烤盘，把肋排摆上去。上面如果有粘太多花椒的话，不要把花椒都放上去了，把花椒给撸掉。然后袋子里还有一些料，就这样腌过的这些汁淋在猪排上。现在拿到烤箱去烤，烤箱已经预热过了，大概200度，烤30到40分钟吧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准备另一道凉菜。这个是我自创的一个菜，就是把牛排用中式的做法做成一个凉菜。如果大家想要试这个牛排的话，建议你们要选西冷这个部位会比较合适。今天我选的是这个澳大利亚劲嘴安格斯牛排。大家如果常吃牛排的话，应该会了解这个牛的品种是非常好的。牛排下锅之前擦擦干。这牛排我在室温下放了一会儿了，就是煎牛排一定要在室温下先放一下。然后记不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，建议大家不要用不粘锅去煎牛排，因为那个牛排需要比较高的温度，它会损伤不粘锅的涂层。但是我今天用的这锅陶和钢混在一起熔制而成的一种材质，可以耐比较高的温度。加一点油。牛排下锅，然后在一面赶紧撒一点盐，还有胡椒，翻面之后再撒点盐跟胡椒。两面都上色之后，把它竖起来，把它这块脂肪煎一下。这样两面大概2分钟就差不多了，放出来旁边休息一下。接着准备这个牛排的酱汁。刚才说了用的是中式的调味料，所以会放一些生抽，然后一点醋、糖。还有白胡椒，一点香油，蒜头一半，加上蒜蓉放进去。然后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一直用的自制的油辣椒，放一小勺进去。看拌匀，调料拌好之后就可以把菜摆一下。今天会用到很多种的生菜，有罗马生菜。还有这种卷叶生菜以及球生菜，把这些沙拉叶子都稍微洗一洗。今天我用的是盒马产的这个日日鲜的蔬菜，这个蔬菜还挺好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包装袋上有今天星期几的这种包装，就是它每天只会卖当天的菜。现在牛排已经休息好了，可以稍微切一下，这样斜着切成片。接着再来准备一下牛肉果。这个牛肉果也是我之前在盒马买的。这个牛肉果还挺有意思的，它上面会给你标出是多少个熟度，这是75%、85%这样。因为做沙拉我会选一个熟度没有那么熟的。接着就可以在这个盘子上摆这些沙拉叶子了，就之前洗过的这种各种沙拉叶。然后我还会放一些我最喜欢的芝麻菜叶上去，小番茄放几个。这就是刚才准备好的牛油果，拿个勺子给它挖出来。最后就是牛排，牛排整个这样一块放上去，然后之前准备好的酱汁浇上去。非常推荐大家在家里试一试这个组合，就是这种中式的调味汁配上沙拉的这种搭配，感觉非常好。然后多的酱汁放在旁边让大家自取，非常好吃的牛排大拌菜就做好了。
刚才第一道凉菜上桌了，现在接着就上第二个凉菜。昨天晚上做好的这个蓑衣小酱瓜，黄瓜这样腌过一夜之后，非常的入味儿。泡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摆盘了。但因为我们没有把酱汁调得太咸，所以它现在也不会特别咸，就是一个很爽口的感觉。作为一个大餐桌上的凉菜，应该还挺受欢迎的。放上几个红辣椒，就这样简单的摆一摆盘，可以上桌了。然后今天的第二道凉菜蓑衣小酱瓜就完成了。然后现在就做今天的第3道凉菜，就是火腿包水果，用的是这种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。然后如果你们了解这种火腿的话，就会知道这个它用的是西班牙特产的黑毛猪，然后用橡果饲养，产出这样的品质火腿，完全可以生吃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漂亮的这种大理石的脂肪的纹路。这种火腿因为有很丰富的这个脂肪在里头，所以吃起来是非常非常香的。然后里头包上有甜味的水果，像蜜瓜就很合适，蜜瓜能够缓解它那个腻的感觉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这个刚才腌过的芭乐，用辣椒和糖腌过，然后裹在这个火腿里头。芭乐不像蜜瓜那样软，它是吃起来是有点脆的嘛，所以你在嚼的过程中就能够很好的感受到那个火腿的味道。就这样全部包好，放在一个砧板上。然后这里我感觉可以再给它放上一些这种芝麻菜叶装饰一下。最后在你包好的每一个上面插一个牙签，这样方便大家拿着吃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们可以试试再包别的水果怎么样？我觉得包菠萝应该也还可以，不过我自己试下来，我最喜欢包芭乐这种吃法。好，现在这道西班牙风味小凉菜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来准备一个甜品，面包放进去烤。在等面包烤的时候，我们先把昨天的鸭腿切一切，昨天熏好的，现在只要切一切就可以上桌了。切好的鸭腿像这样稍微摆放一下，可以在盘子里放一些生菜叶啊、葱丝之类的装饰，然后这道熏鸭腿就完成了。现在面包烤好了，找一个这种圆形的小模具，把吐司切成小圆片。把切好的这个小面包片在盘子里头整齐的排放，它一会儿就会做一个底托。然后昨天做好的这个冷藏好的各种山药泥、红薯泥还有紫薯泥，现在就可以把它用裱花的形式放在这个面包片上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甜品。然后今天我已经泡好了一个裱花嘴，就是这样一个心形的裱花嘴。昨天做好的这个，前面直接剪个口，套在这个裱花袋里，就往上裱花就好了。如果你懒得裱花也没关系，可以在吐司片上放上整片的花泥，磨整齐就行了。现在换一个颜色，就这样把所有的花都裱完，这一盘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一盘就挤好了，挤到最后发现把这3个颜色混在一起也蛮好看的，所以中间挤了几个混色的花，这盘就完成了。接着就来做那个帝王蟹的豆腐了，在炒锅里头加油，葱段还有姜片先下锅，然后之前的这个帝王蟹的蟹壳还记得吧？现在就下锅了。这锅导肉还蛮快的，等你闻到葱姜的香味的时候，把之前的这个蟹壳全部下去炒一下，炒到蟹壳变色。然后加开水，煮一下，煮出来的就是高汤了。
煮好的高汤稍微滤一下。滤过的高汤再倒回去，重新开火，然后之前准备好的姜泥下锅，之前这个剥好的蟹肉，还有蟹黄，全部下锅，还有豆腐，这时候可以加点盐调味了。 等这锅煮沸，然后现在猪肋排已经烤好了，我们要把蟹脚换进烤箱去烤。现在肋排已经烤好了，我烤了差不多45分钟的样子吧，就是这样，表面有一点焦焦的就好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摆盘，这道菜可以上桌了。接着把帝王蟹腿换进烤箱，200度烤15分钟。 出锅的猪肋排摆盘，放几个红辣椒圈装饰。摆放好之后，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上去，炒过的熟的白芝麻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这个时候豆腐也差不多了，这样把汤汁煮到浓稠，然后最后我再用水淀粉稍微勾一个芡，放一点葱丝进去。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。最后上桌之前撒上葱花就好了。好，现在牛尾汤已经煮好了。最后上桌之前撒一把蒜苗进去，然后这个汤就可以直接上桌了。接着呢，这个昨天的佛跳墙把它热一下。 这表面也是有蛮多油的，你可以去掉一些。这边火关掉，然后佛跳墙上面的这些油你也可以去掉一部分。然后现在佛跳墙上桌之前还会最后再加2个食材，就是虾和鸽子蛋。我今天用的是这个生动黑虎虾，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大，然后身上有很明显斑纹的这种虾，然后整个虾是黑色的。这种虾肉质非常紧实。 很适合我们佛跳墙尊贵的气质。虾线清理一下，虾须都剪掉，然后拿去清洗一下。现在蟹腿出炉了，跟刚才的那个帝王蟹豆腐一起上桌。刚才的蟹斗别忘了扣上去。好了，这个帝王蟹2只可以上桌了。 现在呢就做八宝饭，这碗是昨天已经摆好的，大家还记得吧？里头的米现在是大概80%熟，然后里头已经花纹都摆好。今天就再把它再蒸一次，依然是放在这个快1锅里头蒸。盖上去之后2档，开火。我感觉这种快1锅在这种做点饭的时候蛮好用的，因为它加压很快。 然后能够很大程度上缩短你做菜的时间。像八宝饭这种东西，大家都知道，一般都需要蒸很长时间。但是我把它分成2天做，就每天都只蒸大概30到40分钟，能够很省时间。现在这个佛跳墙已经热了，可以把我们之前准备好的虎虾加进去，然后还有鸽子蛋，再稍微加热一下就好了。 好了，现在趁这个间隙，我们的年菜已经只剩最后几道了，可以开始准备鱼了。因为鱼它很快就要上桌。今天我用的是东星斑，感觉这是个蛮适合年菜吃的鱼啊，因为它通体非常鲜艳的红色，看起来很富贵，然后很吉祥的样子。两边打上花刀，更重要的是东星斑味道很好，就是它的肉质特别的细嫩。 然后现在鱼肚子里面塞上一些之前准备好的整粒的去皮的蒜头，然后在它的这个花刀里头夹上姜片，接着表面稍微撒一点盐，然后一点糖，
给它抹均匀，放在这个盘子里，表面再放上一些这个姜丝、葱丝，现在可以拿去蒸了。放入蒸箱，蒸10分钟左右。跟昨天一样，看到上面这个上了2个格子，就可以转小火了。好，现在佛跳墙里头的虾差不多也熟了，把各种食材摆好。我们今天晚上年夜饭的重头戏，这一锅非常硬的大菜可以上桌了。现在终于可以做最后一个菜了，就是咸鱼茄子煲。咸鱼就是之前做好的，然后前面已经泡过水了。先下一点猪油到锅里去，因为茄子是个很喜油的蔬菜，用猪油炒它会特别香。之前在讲狮王豆腐那一集里头有给大家演示过怎么做猪油，都还记得吗？然后这个茄子因为之前一直泡在盐水里头的，我们下锅之前给它攥一攥。茄子现在开始吐油，然后变软了，差不多了，先出锅。把咸鱼下锅炒一下，蒜头放几个下去，姜放2片下去，把咸鱼的香味充分的炒出来。炒到鱼表面都焦黄，然后蒜也焦黄的时候，茄子回锅，下点料酒。生抽，一丁点的醋啊，少一点点，加一点老抽调颜色，一点糖，加一点点水。出锅前加入红辣椒和葱丝，最后淋几滴香油。然后这时候旁边的八宝饭也好了，可以关火了。现在咸鱼茄子煲完成了，放在这个小煲中，可以上桌了。现在快鱼锅里头的压力已经降下去一些了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快速放气的方式，就是转这个钮。一般蒸鱼的时候，看到上面这个鱼鳍这样起立了，就说明它熟了。把里头蒸出来的汁倒出来先。换一下锅，开火加热一个炒勺，然后这里有一点蚝油，往里头兑一点生抽，稍微调一调。之前鱼身上蒸过的这些葱姜丝就先拿走，把调好的酱顺着鱼身子的边儿淋下去，放上一些新的葱丝。现在这个勺子已经烧热了，往里面加一点油。热到油冒白烟的程度，好了，现在可以泼到这个鱼的身上。好，这条鱼就完成了。现在这个八宝饭可以开锅了。然后找一个盘子扣在碗上，把它整个倒扣过来，小心的把碗揭开。好，现在这个非常漂亮的八宝饭就完成了。这道菜一上桌肯定会非常受欢迎的。现在就剩饮料了，这个是昨天做好的竹蔗马蹄毛根水，已经装在瓶子里头了。然后现在再开火，我们做一个热的姜丝黄酒就好了。那先往这个锅里头倒水，然后一会儿我们会隔水加热这个黄酒。今天我会用这样一个铸铁壶，因为铸铁壶它不怕煮嘛，放那个锅里头也没事。黄酒倒进去。好，现在把这个话梅干放到里头，然后是冰糖，冰糖看你喜欢有多甜了。另外再加一些姜丝，大概用手这样抓一撮的量就好了，放进去。现在把这个铸铁壶放到这锅热水中，就让它坐在这个水里头加热。然后注意不要加热过头啊，因为酒精很容易挥发的。中间你要打开壶盖看一看。
现在先让它煮着。现在水已经差不多要沸了，以后的酒也是很热了，然后你看到里头不停的在往外冒小气泡就好了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因为这个锅的保温性能蛮好的，所以就拿它做一个保温的容器，连着锅一起这样上桌，能够保证你们的酒一直是热的。好了，现在最后一个饮料也完成了，今天的年夜饭终于都做完了，现在可以上桌吃了。把最后的酒端上桌，今年的年夜饭就圆满顺利的完成了。其实每一年做完年夜饭之后呢，我都会觉得年饭桌上吃什么菜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能够和家人朋友相聚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希望我今年的节目也能够为你家的年饭桌上增加一点欢乐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辛苦做这样一周年夜饭，其实就是为了跟大家这样一起开开心心的分享。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期节目，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同意、同香蕉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祝大家在狗年的时候万事如意，新年大吉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如果你中间发现它颜色不够，可以再加火开热一点。啊，是吧？但是挺好的呀，是吧？对，不少。